2025年春天本该是印度克什米尔旅游旺季的开始，然而4月22日，在风景如画的帕哈甘姆山谷，枪声骤然响起。这起恐怖袭击造成了26人死亡，其中包括25名印度游客和1名尼泊尔人，是克什米尔几十年来最惨烈的平民攻击事件。印度震怒，莫迪总理紧急中断外访，誓言严惩凶手。印度迅速将矛头指向巴基斯坦境内的抵抗阵线，认为其受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支持。5月初，印度发起辛多尔行动，战机在午夜打击了巴控克什米尔和旁遮普省的多个疑似恐怖分子据点。5月6日晚至7日凌晨，印巴空军在边境爆发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共出动超过100架战机。据巴方宣称，其击落包括3架阵风在内的5架印度战机，但印度方面并未证实。多家媒体将这次交锋称为印巴自2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中冲突。在国际社会的紧急斡旋下，双方于5月10日宣布停火。然而停火协议刚一公布，双方就互相指责对方率先破坏协议。冲突虽然暂时停止，但紧张局势仍一触即发，和平形势岌岌可危。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何仇怨如此之深，以至于每一次冲突都可能迅速升级？要理解2005年这场危机背后的根源，我们必须回溯印巴冲突长达数十年的历史脉络，从南亚殖民时代的尾声，到1947年的血腥分治，再到克什米尔这颗埋在两国之间的火药桶。历史的创伤与现实的博弈交织成局，构成了今日这片土地的复杂格局。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南亚次大陆孕育了现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雏形。在漫长的英属印度统治中，南亚人口中约1/4信仰伊斯兰教，绝大多数则是印度教徒，同时还有锡克教、佛教等少数宗教。面对宗教、种族多元的庞大殖民地，英国殖民者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通过划分族群和宗教来巩固统治。例如，英国引入了按宗教分类选民名单的制度，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别对待。这种离间策略在印巴关系的萌芽期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进入20世纪，要求独立的呼声在南亚此起彼伏，但英属印度内部的教派矛盾也愈发凸显。1906年，全印穆斯林联盟在达卡成立，成为穆斯林群体争取政治权益的主要力量。穆斯林领袖认为，由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国大党难以代表穆斯林利益，穆斯林成员在其中缺乏平等话语权。随着独立运动高涨，穆斯林联盟与印度国民大会党之间的分歧不断拉大，前者主张保护穆斯林的政治地位，甚至谋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后者则在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等领导下倡导一个非宗派的统一印度。1930年，思想家阿拉玛·伊克巴尔在穆斯林联盟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在以印度教为主的南亚次大陆中，伊克巴尔提出应为穆斯林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以保障他们的文化与政治权利。这一理念逐渐发展为著名的两国理论，即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各自应有独立的国家。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1940年的拉合尔决议上大力鼓吹这一主张，认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属两个民族，无法在独立后共存于一个国家。巴基斯坦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其构想包括西北边疆省、旁遮普、信德、克什米尔等穆斯林聚集区组建成一个穆斯林国家，以及东部的孟加拉穆斯林地区组成东巴基斯坦。真纳起初或许希望通过提出分治方案为穆斯林省份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但在谈判破裂后，这一设想最终走向现实。与真纳针锋相对，印度国大党和甘地等领袖坚持南亚独立后应建立一个包容各宗教的统一国家。甘地强调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本应一家，共存于独立的印度。然而在2战结束后，英国不再有能力控制印度，决定迅速结束殖民统治。在民族独立的巨大压力和教派冲突的日益激化下，英国意识到企图维持印度统一已经希望渺茫。
1947年6月，最后一任英属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宣布接受分治方案，同意按照宗教多数划分领土，让印度教为主的地区组成印度，穆斯林为主的地区组成巴基斯坦。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告独立，次日印度随之独立。曾经庞大的英属印度就此一分为二。巴基斯坦的新国家包括了相距千里的2块区域，西巴基斯坦，也就是今日的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也就是今日的孟加拉国。真纳成为了巴基斯坦首任的国父和总督，尼赫鲁则出任印度首任总理。南亚历史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独立的曙光伴随着惨烈的血色黄昏。1947年的印巴分治被历史学家形容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和种族清洗之一。英国划定的边界雷德克里夫线仓促而武断，将旁遮普和孟加拉等混合居住区拦腰切断，大批族群被迫生活在不属于自己宗教多数的一侧。随着印巴分立成了既成事实，恐慌和仇恨在普通民众间迅速蔓延。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开始从印度奔向新生的巴基斯坦，而印度教徒和西库教徒则从巴基斯坦一侧逃往印度。浩浩荡荡的人潮在公路、铁路上逆向奔赴，扶老携幼，背井离乡。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达彼岸，沿途充斥着抢劫、强奸、屠杀和报复，邻里反目、村镇血洗的惨剧不断上演。无数火车满载尸体驶过新边境，被称作为幽灵列车，成为分治暴力的残酷象征。短短数月内，印度次大陆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教派冲突和屠杀事件。在旁遮普这样的热点地区，成千上万的人被残忍的杀害，村庄化为废墟，昔日和睦相处的族群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仇杀。据保守估计，印巴分治直接导致至少50万人丧生，1200万人沦为难民。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实际遇难人数可能高达100万甚至更多，约15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携家带口踏上了逃亡与流亡之路。有人在逃亡中失去了至亲，有人在途中因饥饿与疾病倒下，还有人为了不受凌辱选择了自尽。分治的血腥创痛深深烙印在两国集体记忆中，成为此后印巴仇恨与不信任的源头之一。暴力达到顶点时，也有人奋不顾身地阻止仇杀。在加尔各答，圣雄甘地只身前往骚乱最严重的地区，绝食静坐以平息教派冲突。他的不合作、非暴力感召令狂热的人群逐渐冷静下来，一场屠杀就此偃旗息鼓。然而和平的呼声终究敌不过狂热的民族主义。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德里被极端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纳图拉姆·高德赛开枪暗杀。这位倡导非暴力的伟大灵魂最终倒在了仇恨的子弹之下。足见分治造成的教派仇怨何等刻骨铭心。分治的直接后果是新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背负着沉重的人道和社会包袱。两国大城市涌入了数百万难民，在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赫尔、达卡等地区形成了庞大的贫民窟。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们不仅要面对失去家园的悲痛，还要克服在陌生环境重建生活的艰辛。就业、住房、粮食供应都不堪重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更严重的是，印巴双方民众对彼此的不信任和怨恨就在这一时期埋下了种子，成为此后数十年冲突的温床。正如有历史学者形容的那样，分治留下的疤痕太深，这个创伤至今仍隐隐作痛。印巴分治本已造成了创痛累累，但最令两国纠结不休的遗留问题当属克什米尔归属。这片坐落于喜马拉雅西麓的山川谷地，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湖光山色，美不胜收，有东方瑞士之称。1947年，克什米尔由土邦君主统治，是英属印度的下一个自治土邦。根据英国制定的印度独立法，各土邦在英撤离后可自行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在某些情况下选择独立。克什米尔人口约60%以上是穆斯林，是当时印度次大陆穆斯林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按理说，
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倾向加入巴基斯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然而命运之神偏偏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克什米尔的大君，也就是土邦国王哈里辛格本人是印度教徒，他对加入哪一国一直犹豫不决。独立初期，哈里辛格一度希望克什米尔保持独立地位，即并不入印度也不归属巴基斯坦。这种骑强的观望态度很快就行不通了。1947年10月，克什米尔爆发了穆斯林民众的武装起义，加之来自巴基斯坦一侧的部落民兵大举入境，妄图以武力夺取这片乐土。面对腹背受敌的危局，哈里辛格被迫向新德里求援，并于10月26日签署了查谟和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协定，宣布克什米尔正式加入印度联邦，换取印军的紧急军事介入。这一决定如同捅了马蜂窝，立刻引发了印巴两国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巴基斯坦不承认协定的合法性，派正规军进入克什米尔声援穆斯林武装，印度则以国王签约为据出兵。这片曾被誉为东方瑞士的人间仙境，自此烽烟四起，成为印巴仇恨的第一个引爆点。战争很快演变成拉锯焦灼的态势，印军在克什米尔谷地和查谟地区站稳脚跟，而巴军与盟军控制了西部和北部山区，包括吉尔吉特、巴尔的斯坦等地区。双方苦战数月未能分出胜负，印度一边在前线鏖战，一边请求联合国介入调停。1948年底，在国际压力下，双方同意停火，并由联合国派出委员会斡旋。1949年1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第47号决议提出了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框架，要求双方先停火，各自从克什米尔撤军，然后在该地区举行联合国监督的全民公投，以决定克什米尔的归属。印巴两国当时口头上均接受了这一方案，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双方互不信任，都不肯首先撤军，公投的先决条件始终无法满足。克什米尔公投遂成画饼，再无下文。7月，印巴双方正式划定了联合国建议的停火线，也就是今日的控制线，将克什米尔一分为二，印度实控约 63% 的地区，包括克什米尔谷地、查谟和拉达克，巴基斯坦则控约 37% 的地区，即所谓阿扎德克什米尔和吉尔吉特巴尔的斯坦。自此，这条横亘群山之间的无形分界成为南亚最危险的火药桶之一。此后的70年里，克什米尔始终是印巴冲突之源，两国皆不放弃对整个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要求，将对方实际控制的部分标注为自己的备战领土。对印度而言，克什米尔的加入符合法理，因为国王签署了统一协议。对巴基斯坦来说，克什米尔穆斯林占多数，理应让当地人民通过公投选择归属。这种立场的对立使克什米尔问题变得近乎无解。当地民众内部也意见分歧，相当一部分克什米尔人不满印度统治，倾向于要么独立，要么投向巴基斯坦。宗教因素更使问题复杂化。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穆斯林占多数地区，这使许多印度穆斯林将其视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令巴基斯坦对争取克什米尔抱有宗教使命感。反之，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则坚信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容分裂。于是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历史、宗教、民族主义纠葛成结，克什米尔问题一天不解，印巴就难有真正的和平。第一次印巴战争发生在1947年至48年，这正是克什米尔纷争的直接结果。战火虽然暂时平息，但双方彼此怀恨在心，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第二次印巴战争于1965年爆发，再度肇因于克什米尔。这场战争起源于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的野心，巴方派遣武装人员渗透进入印控克什米尔，试图引发当地穆斯林起义。然而印度发现了这一企图，大举增兵克什米尔，巴军也全面出动，两国在克什米尔和旁遮普一线展开激战，坦克隆隆推进，战机呼啸盘旋，世界再次目睹印巴在战场上短兵相接。这场为期数周的战争以联合国斡旋停火告终，双方基本恢复原状，克什米尔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不过战争加深了两国的敌意，巴基斯坦意识到
凭借传统军事手段难以夺取克什米尔，而印度也认清巴方不会轻易放弃这一诉求。第3次印巴战争则发生在1971年，却与克什米尔无关，而是围绕当时东巴基斯坦，也就是如今的孟加拉国独立运动展开的。东巴基斯坦与西巴基斯坦相距数千公里，在文化、语言与巴基斯坦主体差异巨大。长期以来，东巴民众对西巴当局的歧视和高压统治积怨甚深。1971年3月，东巴的民族主义情绪演变成全面的独立战争，即孟加拉解放战争。巴基斯坦军队在东部发生血腥镇压，引发人道主义灾难。据孟加拉方面统计，多达300万人丧生。学界对此数字仍有争议，但伤亡惨重，毋庸置疑。印度出于地缘政治和人道考量，选择出兵干预，支持孟加拉游击队对抗巴军。12月，印军3面攻入东巴，巴基斯坦军队不敌之下选择投降，东巴脱离巴基斯坦版图，独立成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这场战争不仅导致巴基斯坦国土被腰斩，也深深刺痛了巴国的民族自尊。巴基斯坦人至今难忘印度在1971年扮演的角色，很多人把东巴分离看作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复仇，因而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希望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扳回一城。1971年的惨败更让巴基斯坦军方坚定信念，要千方百计削弱印度，支撑本国的民族士气。如果说前3次战争印度在整体实力上略占上风，那么进入核武时代后，印巴冲突的形态开始改变。印度于1974年成功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巴基斯坦也不甘落后，在暗中展开核武计划。1998年，印巴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震惊了世界，两国一夕之间成为拥核国家。这既为本国安全提供了终极保障，也令双边冲突变得格外凶险。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就有可能滑向核灾难。正因如此，核威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印巴之间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再度爆发。然而，不敢开战并不等于和平，相反，矛盾被转移到非常规手段上。代理人战争和恐怖袭击开始取代明火执仗的军队对垒，成为双方交锋的新方式。自1980年代末，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爆发了长期的武装叛乱，当地部分穆斯林组织主张独立建国，或寻求加入巴基斯坦，逐步演变成为政治诉求和宗教动员交织的动荡局势。印度方面认为，巴方情报机构，特别是3军情报局，在幕后支持这些组织，提供训练、资金和庇护，并协助其越境发动袭击。巴方则否认涉入暴力活动，强调支持的是克什米尔民众的自决权利。1999年，双方在卡吉尔地区爆发冲突，印方称巴军越线占领高地，企图切断补给线，巴方则称行动由克什米尔自由战士发动，印军发起反攻，双方激战数周。由于两国此前已宣布拥有核武器，此战被称为全球首起核国家之间冲突，最终在国际压力下停火，巴方撤军，局势暂时平息。进入21世纪，恐怖袭击成为印巴矛盾的新表现形式。2001年印度国会袭击，2008年孟买连环袭击造成了重大伤亡，印度指责袭击者来自巴境内激进组织，巴方否认官方参与，并称自身也受极端主义威胁。此类事件频繁令两国关系倒退，和平谈判屡屡中断。很多观察家指出，随着核威慑生效，常规战争减少，印巴冲突正转向低烈度、高风险的代理人战争。克什米尔成为这一局势下的最大受害者，士兵与平民不断在袭击与反击中伤亡，历史的仇恨也随冲突反复加深。不仅如此，国内政治的变化也对印巴关系造成深远影响。2014年，印度人民党在莫迪领导下胜选执政，其政治立场强调印度教民族认同，引发外界对其对待宗教少数群体政策的关注。新政府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针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安全政策，以及加强对克什米尔地区的直接管理。2019年2月，印控克什米尔发生自杀袭击，造成40多名印度安全人员死亡。被印度认定与袭击有关的穆罕默德军总部位于巴境内，印度随后展开空袭，打击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据点。此举引发两国短暂军事对峙。
数月后，印度政府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撤销查谟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引发巴方强烈反应，认为这将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的政治格局和人口结构。此后，印巴关系持续紧张，边境摩擦时有发生。即使在和平时期，克什米尔实控线附近的交火也常被媒体报道。分析认为，印巴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包括历史分治遗留问题、克什米尔归属争议、宗教与民族认同的冲突，在现实政治与安全事件中反复被激化，造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紧张循环。2025年的印巴危机是这对长期对手冲突始终的又一回合，从分治遗留下来的仇恨到克什米尔争端、武装冲突与恐怖袭击的循环，再到如今在核威慑与外交制衡之间的博弈，这场危机既是延续也是升级。过去的70余年里，印巴之间的关系如同一根越拉越紧的绳索，表面时有缓和，但潜藏的拉扯始终存在。对两国而言，和平也许是最终的出路，但通往和平的路却始终曲折。克什米尔的群山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即使冬雪再漫长，春天终会来临。愿这句话有一天不只是寄望于季节的轮替，更能成为这片土地上人们真正的命运写照。